如果你同时把自己的孩子和猩猩一起养大，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是猩猩类人化，还是孩子最后变成了猩猩？想必大家听说过一些狼孩的故事吧？一个孩子落入狼群当中被抚养长大，他根本不会说话，只能用四肢行走。慢慢的，很多习性都很像狼。看来后天的环境对人类的成长尤为重要。那情况反过来，如果黑猩猩从小就融入正常人类的生活，被当成人抚养，那他们会变得和人一样聪明，完全融入人类吗？结局让人非常震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案例，它发生于1931年的6月26日。一个心理学家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和一只黑猩猩一起开启了一场实验之旅。下面就为大家解析这个著名的人猿同住的心理实验。这一天，一只7个半月大的雌性黑猩猩古雅与母亲分开，来到了温斯洛普·凯勒格的家中。他是一位美国心理医生，研究过许多不同生物的行为。温斯洛普和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唐纳德。当时他只有10个月大。这对夫妇打算让古雅和唐纳德一同生活，看看以同样的方式抚养黑猩猩，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异同点。很快，古雅迎来了人类家庭的生活。他像唐纳德一样被喂食、穿衣、洗澡、说话、惩罚和表扬。古雅穿上了唐纳德同款尿布和连体衣，一起睡在婴儿车、摇篮和小床上。温斯洛普夫妇并没有特意的教古雅一些人类的行为，对待他和唐纳德是一视同仁的。母亲也会和古雅亲吻道别晚安。在为期9个月的实验时间里，这对夫妇每天都观察孩子们的行为。他们还会定期给古雅和唐纳德测试智力，以监测他们的成长。在实验过程当中，温斯洛普发现古雅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习惯了在软床垫上睡觉之后突然把床垫拿掉，他还会有点小情绪。然而这还不是最新奇的，接下来古雅的表现竟然比唐纳德要好得多。比如古雅拥有很强的身体能力，他比唐纳德要更早的学会穿鞋直立行走，用勺子吃饭，用玻璃杯喝水等技能。他甚至还会自己开门。除此之外，古雅还会模仿父母表达爱意的方式，去拥抱和亲吻唐纳德。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如果父母忽视他，古雅也会大吵大闹，寻求他人的关注。这个实验结果让所有人都很惊喜。温斯洛普发现，古雅反而能够更快地学会人类的行为，比起唐纳德，他更早理解了 yes 和 no 的意思，而且还会对不同的词语有不同的反应。通常来说，唐纳德只会做出2种反应，但古雅却有7种。更明显的是，攀爬和跳跃的运动方面，唐纳德根本比不上他。所以在实验开始后的几个月里，完全可以说黑猩猩婴儿远远比人类婴儿更加出色。其实早在1927年，温斯洛普就提出过该实验的设想，因为他被那些与野生动物一起成长的人类儿童的故事所吸引。咱们也听说过一些狼孩、狗孩之类的案例，即使他们最后都回归到了正常人类生活环境，但大多数情况下心智却远远低于同龄人的水平，如果严重的话，只能像个4、5岁的孩子。然而有人认为，这些野外长大的孩子本身就智力低下，或者患有遗传性疾病，甚至说他们是被诅咒了，不然也不会像是野生动物一样。那面对这样的猜想，温斯洛普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觉得外部环境尤为重要，一旦孩子们度过了发展的关键时期，很有可能就永远无法和正常人类一样了。所以从学生时代开始，温斯洛普就渴望能够进行实验，力争自己的想法。他想接触野外长大的孩子，但这放眼全球都十分罕见。如果为了实验把孩子故意遗留在野外，毫无疑问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那该如何进行实验呢？很快，温斯洛普想到了好法子。既然不能把孩子留在野外成长，那就反过来，把动物的幼崽带到人类环境当中不就好了吗？为了提高实验的精准度，研究对象必须完全沉浸到人类环境当中，所以温斯洛普把目光投向了类人猿生物。它们不需要被放在笼子里，只要黑猩猩幼崽的年龄足够小，就能够观察到更多的行为结果。当然了，温斯洛普很清楚，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黑猩猩的本性，但是他想知道和人类一起生活的黑猩猩能克服多少动物的本能。计划看似完美，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黑猩猩呢？温斯洛普想去动物园借一只，但一直没有合适的。走投无路的他甚至还动过去印尼苏门答腊捉一只回来的念头，但这根本就行不通。最终，温斯洛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辗转从耶鲁大学的类人猿试验站借了一只黑猩猩幼崽。尽管在实验初期，黑猩猩比人类婴儿进步更快，但是到了1岁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了反转。古雅只会发生咕噜咕噜的声音或者尖叫声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或者不满，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咿呀学语，讲不出任何单词或者短语。
再者就是如厕训练，古雅不像唐纳德可以自己控制，所以从中后期开始，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古雅的表现开始落后于唐纳德。关于这一点，温斯洛普一直设想，如果能够改变黑猩猩的声音，这又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特征，哪怕只是发生与人类相似的声音呢？然而最后的事实恰好相反，古雅依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反而唐纳德逐渐猩猩化，开始发出动物的声音了。这可把温斯洛普夫妇给吓坏了。如果实验再继续进行下去，眼看不是猩猩变成人类，而是自己的孩子就要变成野孩子了，所以该实验就戛然而止，古雅立即被送回了类人猿试验站。虽然一直以来，温斯洛普夫妇一直声称他们对待两个孩子是一样的，但养育子女并不总是母慈子孝的和谐画面，当然也会有狂风暴雨的时候，更何况是面对一只黑猩猩幼崽呢？但是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事出有因。据透露，温斯洛普夫妇经常会用勺子敲打唐纳德和古雅的脑袋，只是想听听他们的头骨会不会发生不同的声音。这对夫妇还会大声吼叫，看看谁的反应更快。更过分的是，温斯洛普曾经把一块肥皂塞进古雅的嘴里，命令他不要吃肥皂泡。他们还把唐纳德和古雅绑在高脚椅上，转来转去，最后强行扒开他们的眼睛，看看会不会掉眼泪。那这怎么说呢？别问，问就是为了科学。而且有传言称，古雅被送走并不只是因为唐纳德开始学他说话这么简单了。温斯洛普还发现，两个孩子打闹和摔跤的方式看起来更像是黑猩猩的游戏，而不是人类婴儿之间该有的互动。古雅还在教唐纳德如何趴在门缝下面偷看外面的人。不仅如此，唐纳德还开始学会了咬人，走路方式也开始像黑猩猩，想吃东西了还会像古雅那样咕噜咕噜的叫。虽然这些都是能够预料到的，但它发生的太快了，温斯洛普夫妇不敢再冒险做实验了。不管怎么说，该实验仍然被认为是遗传与环境影响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从实验本身来看，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之下，黑猩猩通过训练也可以实现学会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再多的训练也无法克服基因本质，它永远只是一只黑猩猩。而且古雅在早期的表现优秀，都是因为类人猿比人类更加早熟。根据资料显示，猴子大约会在5到7岁进入青春期，人类的青春期则要再晚10岁，而且雌性都会提前进入青春期。不过也有人指出，从古雅没有表现出学习人类语言的迹象来看，无论把黑猩猩再养多久，再怎么像人类，他们能达到的类人化程度还是有局限性的。在1933年，温斯洛普夫妇出版了一本《猿和孩子》的书，里面详细介绍了实验过程。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这对夫妇披着科学的外衣，虐待了儿童和动物，还有些人指责了强行分离黑猩猩母女的行为。因为可怜的古雅被送回去1年之后，无法适应正常的黑猩猩生活，被关在了笼子里面，成为了新的实验对象，很快就死于肺炎。而唐纳德的命运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长大成年后的他当上了一名优秀的医生，却在42岁的时候选择了自杀，原因不详。所以想要塑造一个人，先天重要还是后天更重要呢？从这次实验来看，后天环境确实可以训练动物的行为，但遗传因素终究是无法被打破的。我们常说先天不足后天来补，两者缺一不可，可是孰轻孰重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先天的基因还是后天习得的行为，都对一个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们学习生活当中，时常会觉得这个是我天生就不擅长的，肯定会搞砸，我不行。其实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坏消息是你幸福感有一半由基因决定，好消息是还有一半的掌握权在你的手中。所以先天因素往往并不是决定因素，后天才是。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对于人类与黑猩猩的实验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